大家好，我是曹伟东。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呢，对朝鲜的这种进攻性越来越明显。因为在这个演习里边，还演习了如何把特战部队派到朝鲜去啊，还切割所谓核装置。那么我们看到朝鲜对于美韩的这种联合军事演习和它的一些所谓的特种作战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一个是接连试射了这种战略的巡航导弹，也就是巡航导弹上可能是要搭载核弹头的，因为巡航导弹它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它的飞行距离比较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朝鲜接着就是公布了它的一种新型的武器装备，叫做这个核无人艇啊。这个所谓核无人艇，就是并不是这个无人艇是核动力的，而是说这个无人艇上搭载了核武器，可以引发海啸。那朝鲜在这个时候宣布这样一款武器是什么样的意图呢？因为根据朝鲜方面呢，他宣布的这种武器的性能来看呢，首先这个艇是无人的艇，但是它搭载了核武器，而且呢，它的下潜的深度是80米到150米啊，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深的深度。它的速度可能也不快，因为他说他在试验的过程中是让这款无人艇航行了59个小时。那如果要是按照俄罗斯原来它的波塞冬的这样的数据，很显然这两种武器在运载平台上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俄罗斯的波塞冬它是核动力的啊，这个无人的潜航器，它动力是核动力，所以它可以航行上万公里，而且速度非常快。下潜的深度可以达到1000米，是你一般的核潜艇都根本没法达到的一个深度。它爆炸就是核武器之后呢，可以掀起海啸。但是朝鲜的这款平台有同样的功能，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是下潜到1000米这样一个深度啊，那它也没有那么快的速度，但是它是常规动力，这个就是朝鲜是可以做到的。但这个无人艇，他说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是要炸毁对方的整个的舰艇编队，或者是炸毁对方的这个军港，使对方的这些军舰还没有出航的时候就给毁在港口里边。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举行一个大型的军事演习，那这个海域很大，但是呢，你掀起这样一个大海啸，那所有的恐怕连航空母舰都是扛不住的。这样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警示美国，如果你在我的周边继续搞这样的大型演习，我报复的手段或者我打击的方式啊，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隐身战机，我也没有那么强的导弹可以突破你的这个舰队的防御圈，但是我从水下掀起一个海啸，你整个的航母编队是要覆灭的。而且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海里是领海，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其他国家的舰艇可以在别人的专属经济区里，也就是300多公里啊，这样一个距离里边无害通过。但是我们讲，如果美国和韩国在这个区域里边搞的是军事演习，那你就不是无害通过，你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的，因为你是一种军事的威胁或者是威慑。那朝鲜说我在距离我海岸线300多公里的地方，也就是200海里以内，这是我的专属经济区，你应该离开，你不应该是有害的通过或者对我威胁。那假设朝鲜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使用了这样的核海啸啊，或者是海啸这样一种武器，在它的专属经济区里边掀起了一个海啸，那假设把美国的航母编队全部的掀翻或者全部的毁掉，那么美国怎么说呢？因为你是用军事的手段在威胁别人啊，你在别人的专属经济区里边去搞这种军事的演习，那么对方啊使用了武器装备，对你的航母编队造成了毁伤，那么你怎么去解释呢？是你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啊，因为你去侵犯了人家的利益，那人家作为一种防御啊，使用了相关的这些平台。所以我觉得呢，朝鲜在这个时候宣布他成功的试验了能够搭载核武器的
但是呢，它又是常规的平台，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它这种无人的小艇或者是无人艇，它如果搭载的是常规武器呢，就不是核武器，你怎么去处理呢？因为它是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里啊进行巡航，在水下呀，你并不知道它搭载的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啊。但是你怎么去预防呢？你敢打掉吗？因为这是人家的专属经济区啊。所以我们讲它增加了就是核风险，同时我觉得它也是对美国的和这个韩国呀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威慑的一种警告。就是你要想通过军事演习，想通过这种加大军事手段来威胁朝鲜，来使他趴下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反而是使朝鲜有更大的这种反抗，或者是说更多的这种应对美国它的这种就是先进的武器装备编队这样的一种能力。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